妈呀，90年的女生啊，就说自己不想结婚了，急得她妈妈一个劲儿的求我帮帮她女儿。今天一位家长带着女儿来找我，一看这位母亲就很焦虑，她坐下来就一直在跟我说她女儿的情况。90年的，之前也谈过恋爱没成功，后来就来相亲，家里亲戚朋友给介绍了不少，就是没有相成的，要么就是她看不上人家，要么就是人家看不上她。后来呢还勉强的接触了一个，她还是说没啥感觉，也不想再继续接触下去了。哎呀，这不实在没辙了吗？才想着带她来这看看。结果呀，她女儿不太给母亲面子她说了一番话我也是很无语了她说我其实已经不太想考虑结婚这件事情了。过完生日我都34岁了，老家说的话虚岁都35了，目前工作还辞了，我还要重新找工作，我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去找对象谈恋爱。再说了，我这把年龄了我也知道自己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目前最有可能的顶多是自己要个孩子。可是就我现在也算高龄产妇了吧。之前我也想过要嫁人，我做到了会持家，会照顾人，会包容理解和同理心，我也不物质，对他也很好，但是我还是被分手了。我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就想证明给那个人看看我不比别人差，但是呢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会自我怀疑，我甚至疯狂的打压过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为什么这么差劲，为什么就是不能变得很好。而且我经常会在心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无论你多么努力都不一定会被人认可。我做到了那么多，不管你多么会持家，多么贤惠懂事，你都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会被认定你是个失败的人，是一个没有追求的人。也许我真的很差劲，我知道我也没做错什么，可能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不再需要我了吧。现在的这个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就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家庭背景你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现在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我就想做我自己了，我就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自己。我喜欢睡懒觉我就睡懒觉，我不想做饭我就不做饭，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我现在只想做个心安理得的废物不行吗？没什么不好我跟他妈妈听完了他这番话我们都沉默了。其实我还是有点能理解他的，你们说对吗？最近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她相亲相了3年了都没有结果，她不想结婚了。她说现在的男人好像都不想结婚，也都很不靠谱，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确实都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有钱的呢怕遇到图钱的，万一遇到个宅心心命都没了。没钱的呢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干脆躺平算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不香吗？而女人们呢，男人没钱他们是瞧不起的，那有钱的男人呢，他们又 hold 不住人家。于是在女人的群体当中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钱我可以自己挣，娃我可以自己生，姑奶奶找个男人添堵吗？算了吧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自己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依靠男人来完成任何事情。我们有工作有事业有父母和亲人，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人生也很完美我们完全是独立的，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利用，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且能过得很好。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婚姻吗？为了爱情吗？为了经济吗？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了，对吧？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可以创造家庭，并且呢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呢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要你自己努力。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填充改变，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所以各位姐妹们，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跨越那道门槛，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相信自己，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你们听到了这些话作何感想呢？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一直都认为男女是这个世界上2种元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这2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婚姻是什么？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那么这个人生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风雨同舟，一起克服困难，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多一个人爱你，你就会多一份力量。
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相互背叛呀，相互算计，相互抱怨啊，相互责怪啊，那2个人的幸福总是会比1个人的幸福更有意义一些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啊，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啊，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啊，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真是还不赖啊。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呐，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离婚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啊。2个人没有多久啊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啊。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啊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她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她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80%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有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她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她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一个33岁的大龄剩女又给我讲了一段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还真的挺闹心的。她就是说吧，这个女生找对象，你要是在25、26岁之前遇到了一个差不多的，就赶紧的谈恋爱，不要总拖着了。你会以为后面会有更好的，但其实呢，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她说女生挑来挑去，最后都是自己把自己挑剩下的。我那会儿大学刚毕业，家里就给我张罗着介绍了一个小伙，自己做生意的，他家里呢是家族企业条件很好，他人也挺能干的，就比自己大2岁，家里人都觉得我们俩特合适。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家伙他还非常的喜欢我，特别想娶我。他说你要是跟我结婚100多平的房子我全部都写你的名字彩礼呢更不用说了，就以我们当地最高彩礼为标准，然后给你提辆50万的车，你愿意上班就上班你要是不愿意上班呢，那你就跟我一起做生意有了孩子呢，你愿意看你就看，你不愿意看呢就让我妈看。我妈心又细又贤惠，她喜欢带孙子。再说了，她也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能给咱养孩子看孩子她看着孙子一高兴，那你不就想干嘛就干嘛了吗？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就行
可是当时呢，我就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啊。说实话，可能呢真的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经历的事情又太少，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大学的时候我谈过2个男朋友，都是那种条件很好，也很优秀，还对我特别好的那种。所以呢，我以为这个社会上的男生啊都会是这个样子的啊，都是那种对我又好又真诚，然后呢条件也非常好的。我真的不知道进入社会以后会遇到那么多奇葩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那么喜欢他，我就拒绝了人家。我一直就没有放下想要追求爱情的这个执念，而且呢，我当时觉得自己啊太年轻了，应该享受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再考虑结婚。世界这么大，我要出去走走。到后来啊，大概过了2年，有一次我就回老家，他又联系我了啊，还给我发了个女孩的照片，问我这姑娘怎么样，让我帮她参谋一下。我仍然非常淡然地说，这女孩挺好的呀，你俩挺般配的。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我还是非常执着呀。他跟我说，我知道你还单着呢，如果你现在愿意的话，我还是愿意娶你的。这一次啊，我又拒绝了他。后来他结婚了，我呢还在相亲，遇到的男人还真的没有比他条件好的，就算条件能够达到，但也没有他那股子真诚的劲儿了啊。有条件特别好的，似乎人家对我呢也不冷不热不温不火的。后来我就过了30岁，这个时候我才发现30岁真的是女人择偶的一个大坎儿啊。介绍的对象综合条件已经断崖式的下滑，要么就个子矮，要么就收入低，要么就长得丑啊，要么就是离异的。总之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时候他那种条件还对我那么来电的男人了。相亲中遇到过很多大龄剩男啊，奇葩的非常多。总之相亲这条路一路走来，真的是一言难尽的。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能够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听我妈的话，并且我真的想给那个时候的我2个大嘴巴子。我当时要是有现在的心智，那我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真的想劝大家一句，就是一定要珍惜年轻时候遇到的对象，差不多啊就不要再挑了，就尽快的结婚。因为你越往后挑，你越会发现你可能既遇不到你想要的真诚和爱情，你也遇不到你想将就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啊，并且你一定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越来越奇怪的人。你们说是不是这样？我真的挺佩服那些聪明的女人，趁着年轻啊，在自己最有婚恋价值的那几年找到一个潜力股结婚了。要么呢就干脆一门心思专心去搞事业啊，不问婚姻，即便是年龄大了，就算不结婚，人家也能潇洒一生啊。只有那些啊不太聪明的女人才会在自己最美好的年纪里面不停的眼高于顶，等到了30多岁了啊，还在那儿问，哎呀，我比大多数男人都赚得多，凭什么优秀的男人不选择我呢？真的是很愚蠢的问题啊！你就换位思考一下，你多想一想，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再过几年，你可能发动机都漏油了，停水停电了，是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还有什么用吗？啊，还有啊，有的女人呐，30、40岁了啊，总拿着自己保养得很好来说事儿。啊，说自己看上去才25、26岁啊，可是人家男人说了，有现成的25、26岁的我可以选，我为啥要选一个看上去25、26岁的呀？啊，男人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傻，对不对？你保养的再好，到这个时候啊，他没啥用的。在婚恋市场里，女人你只要过了35岁以后啊，很难会有让男人看一眼就神魂颠倒的属性了。那要是过了40岁呢，就更不可能了。何况那些有钱有地位的男人，你以为他们会喜欢女强人吗？会喜欢高级知识分子吗？不一定的啊！你真的是啊错了啊！越是有钱的男人，他越不在乎女人赚多少钱啊，他们在乎的就是这个女人她年不年轻啊，漂不漂亮，性格好不好啊，胸大不大啊，腰细不细啊，对吧？他们就是在乎这些东西。别跟我说男人并不是都这么肤浅啊！反正啊，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婚恋了，我就没有见过啊那些不肤浅的有钱男人。这些优秀的男人身边啊，有大把的年轻貌美的女人，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啊，你没有他们年轻，也没有他们的胶原蛋白多，对吗？啊，性格你瞅着还比人家强势呢。那娶你回家，你赚的钱，你可能给家里花吗？你不也说了吗？男人不能花女人的钱呀。那你挣的那么多的钱，在优秀的男人眼里，那意义又是什么
35岁以上收入比较高的女性，其实啊，你还真的不太适合结婚了。你要找一个工作稳定、人品好的男人啊，不要求他的年收入，不要求他的房和车啊这些物质条件的话，你肯定是不甘心的。要么你就找一个比你大很多、离异的、有孩子的啊，条件不错的啊，或许你还有一点优势的，但是你可能还是不甘心啊。那些跟你年龄相仿又优秀的男人呢，人家的眼睛都盯着30岁以下的女生，你都进入不了他的视线。所以你来相亲市场啊，你要求对方有房有车，收入还得比你高，长得还得有眼缘儿。哎呀，其实哈，女人慕强那是可以理解的。你就算是想嫁给那些福布斯榜上的那些男人啊，我都能理解。那是因为女人可以做梦啊，你可以想呀，啊，谁不想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有多少人在跟你竞争啊，你的竞争对手是什么样的？有些女人很有意思啊，真的。总是拿自己的社会属性去交换男人的婚姻属性，那婚姻它不是这样交换的，明白吗？目前北京的相亲市场呢，有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啊，女生你的年龄啊，直接就决定了男生的交往态度。女生如果28岁以下，那30岁的男生呢还愿意选择你的啊，也会比较积极主动的约你，物质上呢他也会适当的为你付出。那30岁以上的女生呢，基本很难遇到同龄男生的选择了。交往的时候啊，男生也不会太积极了，他们也会要观察女生的一言一行啊，进行评判。在付出这个方面，他们更希望你能跟他有来有往，相互平衡，谁也别占谁的便宜。那这个时候的女生，如果你不太主动啊，还想被动的遇到哪个男生啊，单方面的去追求你，这个概率已经很小了。女生如果33到35岁之间啊，基本上女生不主动的话啊，还强调自己慢热的话，那男生啊可能直接就放弃你了。约会呢都是非常现实的，比如说先约个不花钱的地方见一下啊，觉得还行呢就去吃个饭，没眼缘或者没感觉啊，直接就找借口走人了，连杯奶茶都不会给你买。要是女生大于35岁，那恐怕不管你主不主动，男生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了。估计啊，就算你很主动，恐怕都没戏。你们说对吗？来评论区聊一聊吧。